我看牛已经是在看一个自然的道，而不是看一只牛。说道无形看不见，然后很难去揣摩诉说，但是如果用一个故事来领悟到一个什么，对，更接近。没错，非常有道理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庖丁解牛，但是他不是姓庖名丁。丁，对，那个丁就是一个从业人员。对，庖丁就是他，其实对他不是名字，他其实就是厨师。庄子的寓言里面也很多这样，就是不是厨师啊，就是那个洗衣服的啊，这其实也符合庄子说的，就是道其实存在没有高低之分。低下的地方也可能会有无上的大道存在。庖丁解牛呢，其实就是有一个厨师，他的技术就是超好，超级会杀牛，然后杀得远近驰名。战国的时候，一个国君叫文惠君，听闻他的大名，就请他来杀牛嘛。结果他杀牛杀得超精彩，他的一举一动啊，他的每个动作，甚至他杀牛下去的那个声音，都是符合音节，然后符合旋律。然后庄子在原文的形容是奏刀豁然，莫不重音，合于桑林之舞，乃众经手之谓。那什么叫桑林跟经手？其实就是战国时代流行的那些音乐嘛。他边砍牛，然后他砍牛的那个声音跟他的动作听起来就好像在 B-box 一样。对，就是这个节奏。对，然后那个节奏非常精彩。然后文惠君觉得哇，怎么有人能技术可以好成这样？结果庖丁就站起来就跟文惠君讲，为什么我这么会杀牛呢？大家说我技术好，我不是技术好，我是了解杀牛的这个道。牛也是自然的动物之一，它也符合天地自然的道理。然后我去浸淫在这个杀牛的道里面，我的技术才可以这么好。我刚开始杀牛的时候，看到的大家都一样，就看到的是一只头牛。但是我杀了3年之后，我再也看不到牛了。我一看到牛，我心里想的就是啊，它的经脉啊，它的肉在哪里？它骨头的细缝在哪里？然后我要怎么杀才能符合这个牛身上自然的道理？透视眼，对，就有点透视眼这个感觉，或者是他可以去感受到这个牛哪里比较好下刀。他已经到这个境界了，到了现在他已经杀了19年了。他现在看一只牛，已经不是用眼睛去看，是用心灵去看。我看到牛以后，我就已经知道它这个牛的全貌了，就是我是用心感觉，因为我已经经营在这个大道很久了。我下的每一个刀都是依照牛自然的生理结构去运刀，连骨肉相连的软骨啊、经脉都不会碰到，更别说碰到骨头。像庖丁解牛这样的故事，其实在现代其实也可以看到。YouTube 上面滑到一个影片 ，FedEx 就是运货的那个仓储人员，然后他直接一丢，就直接把东西全部超整齐的抬上货架。厨师在杀鱼，然后做完一道料理，杀完鱼以后，然后你还可以在水里面，所以道就存在于各行各业嘛，大大小小都可以到。那如果我们一个道去做，有一天也会